2024年剑桥大学的年度关键词脑烂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关注？我会通过几期视频向大家详细介绍，希望你能认真的看完。今天是第1期。我学佛10几年了，一直坚持吃素，并且遵守5戒当中的不饮酒。因为这个坚持，曾经付出过极其惨痛的代价。这是我不太愿意回忆的一段经历，但是考虑到可能会对很多人有启发，我想把它分享给你们。在以前的一份工作中，我曾经遭遇了现代职场最典型的霸凌酒桌文化。当时的老板半逼迫地告诉我，在这个社会混，在这个行业做，不喝酒怎么行？你要工作必须喝。那一天，在极度的压力、委屈和身体本能的抗拒下，我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急性应激反应，当晚直接被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。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，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，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我明白，在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的人，正像曾经的我一样，无奈、无知且痛苦地活着。为了合群，为了所谓的应酬，甚至有的就为了睡个好觉，每天往自己身体里灌着名为酒精的毒药。很多人觉得佛陀说的杀盗淫妄酒这5戒是一种宗教的古板束缚，觉得如果做人不喝酒不吃肉，那还活着个什么劲儿？但今天我想用最前沿的现代科学告诉你，佛陀在2500年前定下的戒律，从来不是为了束缚我们，而是一份极尽慈悲的人类大脑终极保护说明书。今天我们就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，彻底撕开微醺养生、适量饮酒的谎言。为了弄清楚酒精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，我翻阅了世界顶尖精神科医生、脑健康专家丹尼尔·亚曼博士的长篇访谈。亚曼博士一生中扫描过来自全球105个国家超过26万人的大脑。在他的门诊里，他看过无数因为饮酒而毁掉人生的案例。而他得出的第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，在脑科学界根本不存在适量饮酒这回事儿，哪怕只是一点点。很多人说我不酗酒，每天就喝一点红酒养生，总行了吧？西班牙的一项严谨研究对比了不饮酒者和轻度饮酒者的大脑，结果发现，即使是非常少量的酒精，也会扰乱我们大脑的脑白质。什么是脑白质？如果把我们的大脑比作是一台超级计算机，脑灰质就是这个计算机的处理器，而脑白质就是传递信息的高速公路。即使是微醺，也等于在你大脑的高速公路上疯狂挖坑。坑坑洼洼的路，你的反应可能快吗？你的思维能清晰吗？不仅如此，当酒精进入你的大脑，它会立刻展开3重追杀。第一重，拔掉大脑的刹车系统，就是前额叶会宕机。为什么酒后容易冲动，容易发脾气，甚至会做出追悔莫及的决定？因为酒精会直接让你的前额叶皮层宕机。前额叶是我们大脑的 CEO， 它负责控制冲动，告诉你千万别做那件蠢事儿。可是当酒精把刹车拔了，你以为你是在释放天真，释放真我，其实你只是退化成了一只无法控制情绪的动物。第二重，扼杀每一天的天才细胞。我们大脑中负责记忆和情绪的海马体，每天会努力生成大约700个新的干细胞。但2009年一项惊人的研究显示，摄入酒精后，大脑新干细胞的生成率下降了58%，而新细胞的存活率更是暴跌了63%。
你以为喝酒能解愁，其实是在谋杀大脑里那些真正能让你聪明快乐的新生希望。第三重，窃取你宝贵的修复睡眠 REM， 这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骗局之一。睡前饮酒能助眠。亚曼博士指出，睡眠中最能修复大脑的那个阶段叫快速动眼期，英文是 REM。 如果你喝了2杯酒，你的 REM 会下降到1小时以内。如果你喝了6杯酒，你的有效修复睡眠会下降到不足2分钟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宿醉醒来就会觉得头痛欲裂，情绪无比焦躁，因为你的大脑根本就没有得到休息，它被酒精合法的偷家了。在亚曼博士的扫描仪下，健康的大脑是饱满、对称、丰润的，而长期饮酒的大脑表面会呈现波浪状或者是扇贝状的凹陷，这意味着大脑它的活力是全面下降的。最可怕的是，酒精会让大脑实打实的萎缩变小。美国癌症协会更是明确声明，饮用任何剂量的酒精都会增加患7种不同癌症的风险。看完这些硬核科学数据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佛陀教导我们的不饮酒。先要保持清明，才能升起智慧。如果你连大脑的物理结构都被酒精腐蚀的坑坑洼洼，你又怎么可能在充满压力、诱惑和挑战的这个现代社会保持情绪稳定，做出正确的选择呢？我这10几年吃素不喝酒啊，好多朋友都觉得你活得像个苦行僧。但今天我想很认真的说，戒律从来不是剥夺我们快乐的枷锁，而是保护我们免受伤害的铠甲。亚曼博士在他的书里写过一句改变了无数人的话，今天我把它送给大家。无论你现在要做什么、吃什么、喝什么，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东西对我的大脑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？当你开始爱你的大脑，当你明白因果不虚的科学运作规律，你自然会放下手里的那个酒杯，不是因为被迫，而是因为你觉醒了。这里是特瑞莎同学，是一个结合了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的频道。如果这期视频点醒了你，或者帮助了你，或者你身边也有无奈陷在酒桌文化里的朋友，请把它分享给他，或者在评论区留下你今年的护脑宣言。下期视频我们来聊聊5戒当中的不邪淫。在这个擦边短视频泛滥的时代，过载的多巴胺是如何毁掉我们这一代人的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愿你身心清明。